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1月4号，一架从美国南达科他州艾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起飞的 B-1B 战略轰炸机意外坠毁了，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跳伞逃生。而就在不久之前的2023年12月20号，2架参加韩美日联合空中演习的 B-1B 因突发状况紧急降落冲绳加手纳基地。B-1B 战略轰炸机近年来是事故不断，更有消息指出，美空军打算退役目前全部的 B-1B， 由 B-21进行替换，而更老的 B-52呢，反而要进行延寿升级。作为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3驾马车之中唯一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的轰炸机 B-1B 为何走到了退役的边缘？美空军又为什么宁愿保留 B-52都不愿意保留 B-1B 呢？今天大兵来和兄弟们聊一聊这个问题。二战结束之后，美军呢根据 B-17、B-29等轰炸机在执行对德、对日轰炸任务时的表现做了评估，得出的结论呢是这些轰炸机普遍存在航程不足、飞行声线较低、容易遭到敌方防空火力打击等问题，因此必须要研发声线更高、作战半径更大的新型战略轰炸机，来满足美军的战略轰炸需求。1946年，美军对外发布了新型战略轰炸机的招标邀请，最终波音公司的 Model 462方案赢得了项目竞标，并且得到了军方的研制编号 XB52。但是仅仅3个月之后呢，军方就对这个项目失去了兴趣，于是波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发小组，对整个项目进行了推倒重来，迅速提出了新的 Model 464方案。但是呢，新方案依旧是没有被空军认可。时间进入到1947年，随着美苏冷战的日益激化，核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逐渐增大。美空军认为，用于投掷核武器的轰炸机必须满足12000公里以上的航程和90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巡航速度。而此时的 XB52 项目中速度最快的方案也只能达到500公里每小时的巡航速度。好在美空军没有取消这个项目，而是给了波音公司继续改进的机会。到了1949年，波音终于拿出了最后的 Model 67方案。这个方案呢，将机身拉长1根增厚，以增加燃料储量，而且根据风洞实验重新设计了飞机的机翼，使航程相比前几个项目有所增加，终于是满足了军方的要求。1951年1月，美空军正式与波音签订合同，生产首批13架 B-52A， 直到最后一架 B-52H 于1962年交付美空军。波音公司总共为美国空军生产了700余架各种型号的 B-52轰炸机。B-52的停产主要是由于在那个年代呢，以高空亚音速方式执行轰炸任务的 B-52在面对新型截击机以及防空导弹时已经很难生存了。而当时隐身轰炸机项目因为技术限制依然遥遥无期，所以美空军决定发展一款能够低空高速突防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以保持美军空机核力量的战略威慑。1969年，美空军正式发布了项目需求，新型轰炸机被命名为 B-1A 枪骑兵。它的主要作战方式呢是超音速低空突防。此后 B-1的发展走上了正轨。1974年，首架 B-1原型机出厂并完成了首飞。B-1最大的特点呢是使用了可变后掠翼，机翼可以完全后掠，以获得更好的超音速飞行性能。而飞机上搭载的监视雷达和地形追踪系统，可以让 B-1在最低60米的高度进行超低空飞行。可以说 B-1完美地实现了美空军对于低空高速突防轰炸机的构想。但是 B-1随后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些波折，而这些波折中呢，就隐藏着如今美军执意退役全部 B-1B 的原因。1977年，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向美国总统卡特建议取消 B-1的生产。他的理由呢是携带现代巡航导弹的作战飞机可以更有效地保证美国的战略轰炸力量，而不需要 B-1这样造价高昂的轰炸机去执行超低空轰炸任务。并且此时的卡特正在与苏联进行核军控谈判，为了表示诚意，卡特宣布取消 B-1后续的生产计划。直到4年后的1981年10月2号，在总统选举时将重启 B-1B 生产，作为自己重要竞选内容的新总统里根上台之后呢 ，B-1B 才恢复生产。
里根宣布生产100架 B-1B 战略轰炸机，这批飞机总经费达到了205亿美元。而就在里根宣布重启 B-1B 项目的同一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赢得了先进技术轰炸机计划，即 ATB 项目的合同。新型轰炸机被命名为 B2，采用无尾飞翼布局的隐身设计，机体使用了大量复合材料，再加上新型隐身涂料的加持， B2 的雷达截面积即 RCS 仅有 0.1 平方米。在如此强大的隐身能力面前， B-1B 的所谓超音速突防变得可有可无了。而面对两种轰炸机，里根选择了都要。无奈之下，美空军又只好接受了又不先进又不便宜的 B-1B。直到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 B2 的正式服役， B-1B 彻底成为了一款被夹在 B-52 和 B2 之间的尴尬装备。论突防能力，不及隐身设计的 B2；论维护费用性价比，它又完全比不过 B-52。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呢，采用低空突防方式的 B-1B 也越来越容易被各类防空导弹击落。虽然美军对其百般嫌弃，但是进入现役的 B-1B 还是依靠自己载弹量大和速度快的能力，执行了大量的作战任务。比如说1991年的空袭南联盟行动中， B-1B 以总计 2% 的出动架次投下了整个行动中 20% 的弹药。而在整个反恐战争期间， B-1B 更是累计执行了 1.2万次作战任务。这样的高频次出击使得 B-1B 的机身结构严重老化，而且低空高速突防这种方式本身就对机体寿命损耗较大，所以 B-1B 服役的这段时间，不仅是美空军，就连美国国会对它的表现都颇有微词。这些批评呢，主要是集中在可靠性不足、维护成本高等方面。于是，在2002年，美军宣布将 B-1B 的数量减少到65架，退役的 B-1B 将被封存，作为继续服役的 B-1B 的零件备份。即使如此， B-1B 的单机维护成本依然高达每架1000万美元以上。这样高昂的成本，即使是美空军也不堪重负。所以，美国空军更加依赖于经过现代化改造后的 B-52H 轰炸机来执行常规打击任务。而随着 B-21 的出现， B-1B 的地位更是岌岌可危，甚至要成为美空军战略轰炸机3架马车中最早退役的那个了。但是，美国空军还是制定了一些计划，以发挥 B-1B 的优势的。按照美空军的设想，在远程反舰导弹 LRASM 列装以后， B-1B 依靠其较高的飞行速度和大载弹量，是美国空军未来对敌人进行大规模精确打击的主力。但是由于 LRASM 导弹的产量问题， B-1B 陷入了有机无弹的尴尬境地。除此之外呢，美军原本计划让 B-1B 接受现代化的改装，使其能够在机内弹舱和机身腹部的挂点上搭载美空军的空射高超声速武器 AGM-183A， 最终呢，也由于 AGM-183A 项目的取消而无疾而终。2021年，美军宣布将 B-1B 的规模再次缩减到45架，同时进一步限制它进行超低空飞行，以延长可变后掠翼的使用寿命。那么我们纵观美国空军目前的轰炸机机队， B-1B 定位尴尬，面临退役， B-2 成本高昂，数量不足，而 B-21 目前的状态距离服役尚有一段距离。那么如今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力量便只能依靠老伙计 B-52 了。那么现在的 B-52 还能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吗？答案是当然可以。前面我们虽然说过，最后一架 B-52H 在1962年下线交付，但这几十年来呢，美军对于 B-52 的升级可以说是从未停止。从首批13架 B-52A 交付之后，对 B-52 的改进计划就开始了。1955年更换了新型发动机的 B-52B 开始装备美空军，这一型号呢也是 B-52 的第一款量产型号，总计生产了50架。1956年再次更换了发动机，加大了油箱容量的 B-52C 试飞成功，总计生产了35架。这一型号呢将成员由8人改为6人，载弹量与 AB 型相同。而接下来的 B-52D 型总计生产了170架，可以说是 B-52 前期改进型号中的集大成之作了。B-52D 的弹舱内可以携带侦察短舱，航程和载弹量也进一步增加。大批的 B-52D 型的服役使美空军拥有了可靠全面的对苏战略轰炸能力，而后期对 B-52D 型的改装也使它获得了发射现代导弹的能力。随后呢，在1957到58年， B-52相继进行了多次改进，
E 型和 F 型分别改进了雷达和航电系统以及弹舱结构，这2个型号总计生产了188架。然后时间来到了1959年，B-52改进升级历史上的第2个重大改进型号 B-52G 型出现了。B-52G 型减轻了机身重量，增大了航程，可携带空地导弹。这个型号重新设计了机翼和垂尾，加大了机翼内的油箱容积，将机尾的尾炮改为遥控控制，因此取消了整个后部设计员的座位以及相关的设备。B-52G 呢，也是 B-52所有型号中生产数量最多的，总计生产数量达到了193架。B-52的后续型号呢，便是它系列的最后一个生产型号 B-52H。B-52H 换装了最新的发动机，使航程增加了15%，尾部的自卫炮塔也被电子对抗装置所取代。1982年，美军为95架 B-52H 进行了弹舱升级，换装了新型旋转发射架之后的 B-52H 可以携带8枚 AGM-86B 导弹以及核炸弹。1993年6月，47架 B-52H 开始了新的改进，包括安装以新型数据总线为核心的先进武器控制系统，加装 GPS 系统等。改进后的 B-52H 可以携带16枚鱼叉反舰导弹，或者6枚 AGM-142A 空地导弹，或者12发捷达姆炸弹，使其常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在 B-52H 之后， B-52系列呢宣布停产了，美空军开始计划使用 B-1B 以及 B-2来替换 B-52。但就像大兵前面说的，如今 B-1B 因为其不上不下的尴尬定位和堪忧的可靠性面临退役，而 B-2呢又因它居高不下的使用和维护成本而无法像普通轰炸机那样执行常规作战任务。于是，在2018年，美国空军宣布将对现役的 B-52H 型轰炸机继续改进为 B-52G 型。新的升级项目包括了更换新型发动机，雷达也要更换为相控阵雷达。这次升级呢，也被人称作为最令人惊艳的升级。配备相控阵雷达的 B-52G 将会更加有效地识别和打击目标。美空军预计它将最少服役到2050年，以等待 B-21达到足够的数量来替换美军现役的大部分轰炸机。这期视频呢，大兵跟兄弟们简单的聊了聊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的发展历程。大兵想说的是时代的发展对于包括轰炸机在内的各种武器装备来说，都是一次洗礼。这种洗礼不仅会淘汰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装备，也会让某些看似落后的装备重获生机。而这一切呢，都需要取决于谁能更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